山石和树木啊，都在咱们这个画面当中，应该说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景象了。那么云烟其实都是流出来的，我们把这个岩石呢去给它表现好，把岩石表现好就是可以的，对不对？然后再把水流出来，云烟也是流出来的。需要着重大家去刻画一点呢，就是树木不仅有咱们的墨色，还有颜色的一个呈现啊。其实塑造石头我们是比较快的，大家稍微保持一点耐心，我们就可以把这张画的大体的视觉效果给它画出来，好不好？好，工具清单都在屏幕右侧，大家可以准备好，我们待会儿呢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然后可以点咱们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不迷路啊！加关注不迷路，也可以点亮粉丝灯牌进入粉丝群，获取每一次直播时的高清案例和工具清单，提前一天给大家预告，好不好？好了，咱就不多说了，我要调转镜头了啊！好嘞，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能看到的吧？能看到来敲2个数字5。好嘞，好嘞，好嘞！看来咱们设备呢一切通畅，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带大家来画一画了。好，我先拿出一张咱们的这个生宣纸啊。这个生宣纸呢，是为了方便一会儿咱们在这个试笔的时候啊，需要来做好准备，对不对？然后你实际在画的时候，你用的可能也是生宣，大家可以把这个需要的这些基础的需要的材料先给大家准备齐全。左侧咱们也给大家标注出来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绘画的一些内容啊。好，直播到几点？我们能画完，什么时候能画完，我们就画到几点。好，没有时间要求。来，接下来我拿出的是一只狼毫啊，如果你用尖毫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先拿出咱们的这个墨汁啊，拿出咱们的墨汁。最基础的绘画的工具材料，我们如果是零基础，或者说刚开始进入直播间，想要了解和学习我们山水画的小伙伴呢，不管是工具材料，还是我们以后学习的这个直播的回放，我们呢都给它放到画面上面的小黄车了。好，来，我们开始正式的带大家动手，依然是拿出我们的这个毛笔啊，不管是尖毫还是狼毫，先在笔洗浸湿，笔尖蘸取咱们的浓重的墨色，对不对？微微的调和。这个时候在碟子里边完成的动作呢，就是为了来把它的这个墨色的层次呢给它调和出来。你要它浓一点，咱们再加墨；你要它淡一点，你再加点水，可以吗？狼毫画山水好是吧？对，是的啊。狼毫呢画尤其岩石的时候呢，在用笔啊行笔的感觉上呢，它比较舒适。好，接下来我们呢就要开始正式大家动手了，先动手点一波赞。好，如果还没有起床的小伙伴呢，是可以做一下广播体操的啊，2个手呢都可以动起来啊，双击屏幕就可以了，不是发弹幕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纸张上用湿笔纸吸一吸毛笔的笔肚，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吸一下啊。好，吸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呢就从这个画面的左侧开始，我们来确定这一簇岩石它大概画到哪儿。我们近景是不是左下角，对吧？远景在右上角。那么我们近景主要画在哪儿？我给大家添加一个十字线啊。我今天忘了给它添加十字线了。好，添加一个这个十字线的案例图啊，我放到这个屏幕的这一侧了，大概就放到这儿。好，最高的点在横着的中心线，对不对？横着的中心线以下，是吧？以下一指或者一个颜料管的位置都可以啊，这是最高的点。然后在中间竖着的中线，我们把这个横竖十字线给它交叉的点找出来，就是整个画面的中心点嘛。好，就在这里啊，找出来之后，位于整个纸张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大约1/3，对不对？下半部分1/3，这个时候就不是一半了。你比如说，我们中心点到纸张的底部一半偏下2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下方中间的那块岩石的高点，最高的点，能确定吧？好的，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关注啊，也可以进入咱们的粉丝群。好，我们把最高的点给大家确定了，确定了之后，然后最右边大概画到哪儿？大概是不是就画在整个纸张右侧底部，是吧？一半，是吧？左高右低啊，它是一个起伏的一个线条，对吧？起伏的线条。好，这3个点是不是大概确定出来了？这3个点如果确定出来了，敲个1啊。好，现在我带大家是先定位置，然后来开始勾勒和皴擦塑造，是吧？我们画山水5大步骤：勾、皴、擦、点、染。第一步，勾勒岩石，对不对？好，开始我们动手了啊！来，我们把镜头推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定好位置了嘛，定好位置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上方哈，就从这个上方开始画起。比如说，让我们的毛笔的笔尖是吧，位于整个中心线上去行笔，把这个岩石大致的轮廓是吧，给它勾勒出来，有一定的这个粗度，有一定的粗度是吧？它是一个方块的形式啊，一个方块的形式，然后从上往下是吧？从上往下，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左侧它的这2块岩石它是有个交叠的嘛，然后我们在这个岩石上方不可能让它完完全全留白，我们稍微加一些这个什么穿插或者说有宽有窄的结构线啊，结构线。老师再说一遍，刚刚捣乱了啊。好，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推远一点点啊，推远一点。我们最高的点，左上角最高点位于横着的中心线以下1指，然后中间位于竖着的中心线上方有一个最高的一块岩石，对吧？它位于我们整个纸张底部一半偏下2指啊，2指，然后画最右边大概画到哪儿？画到竖着的中线到纸张边缘一半，就是右侧的一半啊，这个确定了对吧？好嘞，咱们接下来我们呢要开始从上往下来绘制了啊，从上往下，好，相互交叠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还可以给它延伸出一些小的结构线。好，更多的细节我们先不画，我们先把这个什么大体的一个轮廓给它勾勒出来。啊，是的，是博云啊，欢迎各位新加入的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以后每一次直播都可以呢提醒大家。好，然后我们在这个交叠的地方是吧，我们稍微的给它加一个，好，加一处结构线啊，它是一层叠加一层，对吧？很明显，上面那一层呢，它是在下方这一层的后边了啊。我们今天从上往下来勾勒这个岩石，也是一样的啊，是相对浓重的墨色，相对浓重的墨色啊，也不用着急。这张画其实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完成的，真的啊，这张画是可以很快完成的，因为它没有特别多的细节。稍微复杂一点就在树叶那一块啊，岩石就是这种层层交叠的结构，它更多一些，就是一个单一的轮廓呢，它相对偏少啊，相对的这个浓重一点点。好，接下来，然后咱们再来加一点点淡墨啊，加一点点墨色，从下往上啊，我们从下往上
对不对？好，从下往上，我们离纸张的底部大约保持1到2指，是吧？1到2指的这么一个间距，我们可以把这个岩石的这个大致的轮廓，对吧？给它勾勒出来，给它勾勒出来，多加几层啊，多加几层。刚下了点雪，好，天冷啊，大家注意穿好秋裤。好，在家里边呢，如果方便是吧，那就拿出材料来，咱们一起来画一画吧。啊，然后我们再从这一侧，是吧，给它多浇叠几层，因为它的这个岩石呢是塑造比较丰富的，放个颜料管可以的。大概画了多宽，你可以看一看啊。好，其实这个因为都没有画完，还可以继续。上不封面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课程的数量还会持续的更新啊。有小伙伴已经问到咱们的回放了，是吧？好，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呢，已经上线了啊。以后我们会陆续的去更新。好，前方呢多交叠几层，下方是一个三角，但是一个正面，一个侧面。对不对？从上往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给它塑造，没有时间限制，永久的回放权限，永久的回放观看权限。好，你选购了之后，它就是你的了，懂了吧？啊，然后我们再从它前方啊，我们再来一层比较相对明显一点点的结构啊，再加一层就够了。好，把这个岩石的大致的轮廓给它勾勒出来。我用的是一支小号的狼毫，不是勾线笔，可能看起来比较细，是吧？确实不是特别大的一支笔啊，因为画的画比较小嘛。好，再可以从右侧，我们把前方的这个浅滩给它勾勒出来啊，浅滩给它勾勒出来。好，我们要画到刚刚定的这个最宽的地方，到最右侧，对不对？好，那么把它的大致的一个轮廓啊，用浓淡适中的一个墨色呢，给它表现出来。是吧？它有高低起伏的一个关系。没有跟右手一直在点，可以啊，欢迎各位小伙伴的点赞啊，当然也欢迎大家的留言和交流。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把大致的这个最前方的这个底部的轮廓大致勾勒出来了，对吧？啊，今天我们不是说从最前方一直就往后面推着走，我们把最突出的那一块勾勒出来，是吧？大致的位置呢给它确认出来，就可以继续往后面走了。好，然后从下往上，然后稍微的给它皴擦一下啊，把这个岩石前后是吧，或者说一个是平面，一个是这个岩石的侧面关系呢，微微的区分一下。勾完了，皴它就是用比较相对明确的笔触，啊，去给它塑造。好，然后接下来咱呢再往后边走，在它的这个前方小低矮处的岩石，是不是？我们又给它加一层，是吧？给它加2层，有高有矮，有大有小，大小相间，对不对？好，这样的话，它这种岩石布置的节奏呢，才会更加的有这个张力或者节奏感。那如果只是一样的大小画儿，它就看起来有一点点呆板了。从它的左下角啊，
我们先来把这个前方最突出的这块岩石，这个斜坡是吧？大致给它勾勒完整，对吧？好，左侧这个面积呢比较宽，右侧呢很明显是一个它的侧面。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加关注，不迷路。每次直播都会提醒你来跟播的。好，我们在这个侧方，它的底部呢，给它也是用这种相对含混一点的笔触给它皴擦带出来皴擦给它带出来，皴擦给它带出来。然后我们从下往上，对不对？从下往上，时起虚收，时起虚收。好，这块也是一样。然后跟着岩石结构稍微的错落一点点方向给它适当的去皴擦一下，对不对？并不是完全是上下，对不对？角度微微的错落一下，它画面表达起来看起来就更丰富了。对吧？好，这是我们画的这块岩石这块岩石很明显，从左往右墨色它是有一个由浓到淡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好，接下来在它的旁边在它旁边，我们再来画一处稍微含混不是那么的清晰的位置吧，那么小的一块石头给它加出来。领免费的人气票，好，谢谢。好，我们再从左下角，把这个平坡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留白，而是需要一定的墨色在上方给它带一带的。根据它岩石形笔的这个这个什么岩石结构线的一个方向或者角度，我们去皴擦一些笔触，好不好？边看边点赞，对吧？后边再临摹，这样进步快。是的，好，以后我们有了回放，自己呢哪里不会点哪里，时间更自由，地点呢更方便也不用担心上班老板的眼神了。摸鱼呢也可以，是吧？也可以自己更加的自在自由了也不用担心说错过咱们这个喜欢的内容，或者说想画的这个案例以后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回放里边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好，这是我们在咱们下方塑造这块大致塑造到这里，然后我们需要再来处理的就是左边左边小的这个石块了。小的石块了我们把这个前后交叠的地方给它区分，给它皴擦出来了，是吧？皴擦出来，然后左侧我们再来给它进一步的去塑造进一步的去塑造，在摸鱼当中不断在摸鱼当中茁壮成长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在底部是吧，也是要跟着它岩石结构线用相对淡一点的墨色，是吧？给它画出来。稍微等一下我把这个灯调整一下。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自然一点？今天我打了4盏灯，它那个就光有点点强了，是吧？看起来不太舒服好，我们再从上往下，是不是跟着它的那种结构，稍微的角度再破一破。稍微角度再破一破，对吧？已经入手咱们的这个回放，好嘞！以后我们在群内还可以进一步的给大家精细的交流咱们绘画上面的作业上面的问题。
在左侧的岩石是吧？为了区分开它们上下的关系，在交叠的地方是吧？我们就要含混的带上一些笔触，这些笔触呢是吧？有相对清晰点的，基本上就会含混到里边去，啊。然后在它的这个左侧下方，稍微的皴擦揉一揉，然后往上面去给它过渡一下。这是最前方的这几块石头啊，这几块大的石头吧。然后我们再来适当的去给它皴擦一下，就在它边角，把这块岩石的厚重感，是吧，也给它带出来了。好，给它带出来了。然后在它右侧，我们还稍微的添加一点点小的结构啊，添加一点小的岩石的结构形态。最前方的地方，其实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的给它勾勒出来了，对吧？好，如果这块大家都跟上啊，跟上的小伙伴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即兴的吟诗一首，我们可以以后呢带大家读。是的，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有回放，也有我们相应的工具清单，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去添加。来，我们呢在它的左侧啊，在它这个位置上面呢，拾起或者说咱们这个浓重一点的是稍微区分一下嘛。它是一个斜坡，这是在前方的一侧石头，这是后方的一侧的石头。那么在交叠，它的那个轮廓啊，真不太规整，它不是一笔一画的这个勾勒出来，对吧？它有的呢就是直接是交叠含混到一起的。好，然后我们再从它的后方走，后方我们呢在它的这个大概中间的位置吧。再加一块石头下来，拾起，是不是？往下，它是一个长条的方式，依然在我们交叠两块岩石交叠的地方，对不对？好，我们用这种揉笔也好，或者说擦的笔触也好，把它们区分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前后交叠的结构线的位置呢，稍微的给它点一点，啊。好，因为它这种皴擦的方式啊，或者画面表达的灵活性呢，就没有说我们要步骤性特别强的是吧？勾完了再去皴完了再去擦，因为它这个呢相对都是吧比较灵活，兼勾带皴是吧？兼勾带皴。好，这是咱们的最下方啊，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好嘞，咱们接下来继续。前方它不是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吗？对不对？我们就先不管啊，用淡墨把它们这些墨色的区分开和这一层岩石的厚重感带出来就够了啊，然后把这块画完，溪流是吧？水口这块画完之后就画远景，了。好，相对水分呢饱满一点的墨色，左上是吧？右下。
在这个斜坡这儿哈，你可以稍微的加这么一块石头，拿个颜料管，你可以比一下啊，你可以比一下。OK，好，然后我们稍微的去皴擦一下底部或交叠的位置，是吧？有大有小，有前有后的这些细碎的石块啊，我们也给它表现出来了。好，大概这一块我们就处理到这里啊。上方它有一点点细碎的小树，我们可以微微的勾勒一下，让这个画面呢看起来它具备一定的形象感。好，不然就是一团黑乎乎的石块，是吧？大家不一定能够太明白。来，我们从它的左下角啊，从它的左下角开始。好，从它左下角，比如说拾起，是吧？虚收，再一个呢，在转折的地方稍微的出一点枝，出一点枝。当然，我们这个树枝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姿态呢，要看起来形象一点点啊，要看起来形象一点。好，从它的下方，我们再可以出点小树的这种大致的一个枝丫，大致的枝丫。好，是这一块，然后我们再从下边来，稍微的加一些不经意的小树枝，对吧？只要有一个群就可以了哈，因为每次群内咱们分享的内容呢都是一致的，不用反复的去添加啊，重复的添加呢这个没有必要。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大体的树的一个形象感给它画到这儿，后面我们是以枫叶或颜色的方式来给它添加的。这是画面最前方啊，最前方。然后接下来可以点一些胎点，同时也可以适当的去丰富一下一些小的细节。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在我们的这个群内粉丝群内，每次直播的高清案例图以及工具清单呢，提前一天都会发给大家的。好，用比较浓重的墨色或者稍微的水分饱满一点的笔触，在这个浅滩里边或石块的周边或边角，是吧？有一些整体的。也有一些呢细碎一点的，它是在咱们这个水面上啊，在咱们的水面上。好，然后再从它的这个加点水，从它左侧我们稍微的加一块细碎一点的石头，细细毛笔的笔肚，寸一寸啊。好，我们来点一些胎点，点在岩石转折交叠的位置，是吧？该重的地方啊，我们还可以稍微的加重一点点。勾完了，皴了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点了，可以点了啊。终于又直播了啊！我们啊，是的，看来又是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再来，我们再适当的丰富一下，不要让这个笔点呢特别的跳跃。你看，都点在这种岩石皴擦或者是墨色比较浓重的位置上，所以呢，它不会特别的突出啊，不会特别的突出。然后，而且画面它会显得对比啊，会更加的明确一点点。好，在咱们的右侧相互交叠的地方，或者在咱们这个结构转折偏顶部的位置上，
好嘞，然后我们大致就可以画到这里了啊，这是最前方这一块儿。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些一些小的细节都同步给它带上。现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小红毛啊，各位小伙伴们有吗？好，这是我们最早是吧？啊，给大家推荐的一支常用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狼毫的小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红毛，用来画这种精细的一些线条，或者说一些小的细节，包括落款，也可以呢用来勾线。我们现在用比较重一点的墨色，在咱们岩石，比如说右侧这一块，我们就把这块的树叶画了，底部这块我们先不画啊。好，拾起虚收是吧？有一个弧度啊，我们呢去给它加点这个草的感觉啊，让它有点岩石周边上面有一点生趣儿啊，有一点生趣儿。好，然后呢也可以多一些这个什么表达的这种姿态。好，有长有短，拾起虚收啊，拾起虚收。好嘞，然后我们呢再从左边是吧，稍微的不同的方向也带两笔，微微的来一点就行了，是吧？这儿有棵树，这儿有一处呢，这个杂草，然后再从咱们这个岩石，这些边角吧，这些边角也稍微的来一点点，好，不经意的稍微有一些，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就行，不需要特别多哈。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吧？好，如果这块跟的差不多啊，跟上了，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小伙伴们？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话，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点关注。每一次直播都会给大家这个直播提醒的，都会给大家直播提醒，好吗？好嘞，看来大家的整体的一个进度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花了大概也就20多分钟，对吧？就把我们这个画面1/3的内容，1/3的内容啊，就给它画完了，对不对？好，其实远山处理起来也不难，也不难啊，也不难的。好，也可以穿上咱们黄色的小马甲，也就是在咱们头像点完关注之后，旁边呢有一个黄色的小星星，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呢，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在我们的群内，每次呢都会提前的给大家预告我们每次的这个直播的案例是吧？高清的案例图以及工具清单呢，都会发给我们的小伙伴们。老师早，我已经来了是吧？欢迎欢迎，好嘞，摸鱼的又从新的一天开始，好，昨天已经是周3，今天应该是周4了，对不对啊？那么过完星期3就是星期天啊，今天已经是星期天了，这个我们可以放松一点了啊，放松一点了。接下来画远景了哈，水流先不加啊，水流不加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石块往上大约2指多啊，2指多，依然是位于咱们竖轴的中心线右侧哈。大家可以看到咱们比较靠前方的这几块石头啊，我们可以从水流的小石块吧，一层层的往后面去推着来，一层层推着来哈，在水流当中的石块，它墨色淡一点点。好，然后从下往上，我们把这个岩石的轮廓给它勾勒完整，给它大致的勾勒出来，和旁边的这个杂草有一定的间隔。但是我们不仅是勾勒这个空心的轮廓，也可以给它微微的带一点这种实心儿的，是吧？一些
你说是点也好，对吧？也可以说是它中间的一些石块啊，中间的一些石块。来，我们推远啊，推远，以淡墨的方式啊，以淡墨的方式。不会在电脑上操作，可以找一下身边比较精通这块的小伙伴帮帮忙，好吧？可以投屏到电脑或者电视上，位于整个竖轴的中心线右侧，对吧？右侧一半的位置，大家找好一半的位置，对不对？挨着咱们这个刚刚这个岩石的右侧嘛。我们要画一块最右边的岩石，也是最前方的岩石了。它最高的点大约画在横着的中心线，记住啊，横着的中心线以下大约一半，大约一半吧，是吧？这就是它最高的点，我们确定出来，它是一个扁长的啊，扁长的一个石块啊。我们再把它推进一点，你想要大一点，对吧？来，我们就给它推进一点镜头就行。好，我们从左侧是吧？位置定好了吧？我们从左侧啊，水分稍微的细一些啊。左侧，好，边角啊，它的底部啊，不是特别一个平整的一个轮廓线啊，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或者平整的一个轮廓线。好，可以交叠一下，在它上方。当然，墨色呢没有前方这么重了哈，由前往后它会有一个浓淡的变化。而且这块它其实虽然它在前方，但是它不作为主要的一个刻画，而是着重刻画是旁边的瀑布，对不对？所以这一侧呢，它画的都比较淡啊。从下往上呢，我们稍微的去给它皴擦一下墨色啊，稍微把水啊变得淡一点点，加点水嘛，把墨色变得淡一点点。啊，从下对不对？从下往上，拾起虚收，对不对？拾起虚收，然后我们去把它这个岩石啊底部稍微往上呢，给它过渡一下。好，然后我们呢稍微的给它擦一擦，染一染，点一点。好了，这是我们画第一块，它只要确定出来，你把第一块能确定出来，后面画起来就轻松加简单了。为什么？因为第一块岩石你只要出来之后，后面的岩石在皴擦也好，还是定位置也好，你都会更加的轻松便捷，对不对？啊，申请进入咱们实群就可以啊，前面的群应该都满了。好，不用重复的添加咱们的群，在群内呢，大家友好交流。好，我们一会儿在11点啊发福袋给大家，好不好？发福袋，中了福袋的，我们依然是截屏发到群内，到时候给大家进行作业的语音指导点评，好吗？好，我们呢喝口水，稍微等一下大家。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再从左边走，这块跟的差不多了吧？我觉得这个速度应该是可以的啊。需要耐心啊，小伙伴们稍微耐心点，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画面当中整体的视觉效果了啊。云烟雾霭，对吧？山泉这个什么山泉瀑布和这个，还有这种丰茂的这种树叶啊，都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去塑造啊。真希望福袋砸在你的脑袋上，那一会儿你可以得
下手快一点啊！来，我们以重一点的、浓重一点的墨色，在它的上方，在它上方是吧？我们来勾勒一个斜坡啊，大约高2指的地方嘛。我再拿出一个案例图来。好嘞。好，我们在这个斜坡右侧是吧？把这个它的一个轮廓大致给它勾勒出来。勾勒出来之后，我们呢再来从上往下，是吧？顶面和侧面我们给它区分开，是吧？有的时候区分的时候就靠我们侧锋一笔给它带出来，不一定要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轮廓线啊。所以这就是比较偏现代的，比如说20世纪画家们，他们在处理画面的时候，是吧？他的这些画面的作品呢，他的这个笔法上啊，他会更加灵活。不像咱宋元或者古代的画作一样那么的讲究法度啊，或者说传统的这种法度感。这是我们处理的前后2块岩石啊，前后2块，然后在它们交界这里呢，它有很多浓重的一些小的细节的点。这块可能大家很多同学看不清楚，对吧？我们呢直接用一些不经意的，或者说角度呢稍微有一些区别的线条啊叠加起来就可以了。你就想这10块呢多一些小细节的叠加，是吧？小细节的这种叠加感。吸铁石的魔力。好。然后我们在它的左边啊，位于竖着中心线是吧？右侧我们要把这个还有一块斜坡的岩石给它勾勒出来，最高点呢和右侧呢大致接近，我们在它的这个左侧吧，大约宽3指的地方，是吧？右上。墨色可以明确点，右上左下。好，我们把这个轮廓呢大致给它勾勒出来了，然后从左边也是一样。当然，我们现在呢只是大致的带大家画一画，是吧？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是刚开始来，还没有绘画的基础，完完全全这样去跟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你还没有系统的去了解过咱们的这个什么笔法或者墨法，或者说一些皴擦的技法，对于用笔和用墨上面呢，我们都还不熟悉啊。跟这个这么复杂的一张案例呢，对于我们初学或者刚开始接触的小伙伴，确实不是那么的友好。但是它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锤炼的一个过程嘛。好，以后我们刚刚不是说。在回放已经上线了，还会给大家赠送我们相应的系统的基础技法的教程，还有我们去致敬大师临摹古代的一些经典的画作，让我们锤炼好我们传统的绘画的一个基本功，然后画我们任何想画的画面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所以你现在只是因为还不太熟悉，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没有讲特别多的内容啊，没有讲特别多的内容。好，我们把这块石头，大概你就把它想成一个正面、侧面，对不对？中间呢，它会有一些高低或者宽窄起伏的不同的这个小结构在哪儿？又加了一次粉丝团，黄色的小马甲，好嘞。每天上午9点半啊，以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晚上或者下午的这个直播时间的安排啊。只是目前呢，先是这样去进行啊，先这样进行。好，能直接跟播的小伙伴呢就跟播啊，如果不是特别方便的呢，以后就可以看咱们的回放了，啊，也不会再担心呢错过其他的事情啊，当然也不用去担心你的 boss
是吧？他的小眼神儿看着你，是不是在划水？是不是在摸鱼？好嘞，咱接下来再往右侧走啊，再往右侧走，勾勒一个这个小线条，是吧？我们从上往下，就需要你细致的去皴擦的。我跟你讲，也就这右侧这一块了，后面的很快，后面的很快。啊，咱们的粉丝团是吧？陆续的到达了咱们的直播间了，在横着中心线的位置吧，稍微靠下一点点。我们用比较细致的线条，把这个结构线呢，来勾勒出来，多分了几层。就是因为它们这种堆叠相互遮挡，显得这个画面呢它更有体积的感觉，对吧？因为分的体块的关系嘛，分的非常的明确啊，所以呢体块的空间呢或者立体的效果啊会更强。好，从下对不对？往上，课都安排在上午，大家都上班。我们以后也会有一些其他时间段的，当然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我们的回放呢也已经上线了。对于时间上不太方便或者要上班的小伙伴，或者需要学习其他安排的小伙伴呢，可以以后选购我们的这个回放，包括也会给大家赠送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系统的精品的这个系统的课程啊，系统的课程。对于我们这个很多小伙伴来讲，应该说是很棒的福利哦。好，然后我们点上一些胎点啊，点在这个岩石的一些上方嘛，让它松动一点点。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往后方走，这块儿大家跟的怎么样？如果跟上啊，基本上跟上的哈，敲个1，手上跟上的敲个1，眼睛跟上的敲个666，眼睛跟上的敲个666啊。是的，有了回放呢，我们就可以是吧？哪里不会点哪里了啊。当然，我们的回放的这个从这个它的价格上来说，你如果在线下学，就是1节课的这个是吧？1节课的费用，那么我们现在是你可以是吧？一节课的费用呢，永久归你学习是吧？永久的归你学习，还有相应的系统的课程跟着你赠送给你。这个来讲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其他的事。好，接下来啊，可以啊，666，大家都是眼睛跟上了是吧？眼睛和耳朵跟上了，没有动笔。来，接下来啊，我们再从整个画面的上方来画，位于大概上方的，就是横着中心线上方嘛，一半偏下一点点，我们画一个斜坡下来。墨色更淡啊，稍微把这个笔啊给它吸一吸，是吧？墨色变淡一点点。好，从上往下，然后旁边呢，我们留出一点缝隙，因为我们需要把那个树给它留出来，对不对？最宽的地方它也不会超过整个画面右侧啊，竖着中线到右侧边缘嘛，一半的位置它不会超过啊。好，我们稍微把这种横向的地方带一点点不同角度的，对不对？不同角度的这种结构线，好，给它皴擦出来。
好，大概加到这里，然后底部我们给它稍微的去皴擦。好了，底部10，上边呢虚一点点，因为越往上边走，它的空间越高越远，是不是？越远的话，我们就要让它这个虚一些，虚一些。回放，我们说了，这个是设置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数字啊，没有，我们是上不封顶，至少是120节完整的直播案例，不是说只是120节你可以看到的它所谓的结束，对吧？至少有120张案例嘛，因为有的课程画的太大，画的时间太久，把它分成了2段，分成了2段上传的嘛。好，这么说，大家应该更明白一点啊。然后从上往下啊，从上往下虚起，对不对？实收到我们这个岩石的这个边角这一块。回放在咱们小黄车里边。最近好像学的都是折带寸啊。其实我们现在画的这些画都谈不上说是具体的某一种寸法。好，从树梢往树根部走，画的这个树啊，它是由细到粗的一个过程啊，由细到粗。然后呢，它这个出枝啊角度，我们可以适当的注意一下。好，然后从右侧再来叠加一下。大概的出一些这种小的树枝，方便一会儿我们叠加这个叶片啊，叠加这个叶片啊，把这个树干呢大致的就会是吧勾勒出来了，树的根部是吧，加一点点树根，加点树根。好，它在抓在这个岩石上方，对吧？峭壁之上生长的这么一棵树，哎，不容易的哈。好，然后这个树呢，我们可以微微的给它出一点枝啊，微微的出一点枝，不用画的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它主要是以叶片为主，叶片为主啊，叶片为主。在学浪上，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发一个视频，发一个视频给大家，就是说怎么去操作在学浪上这个，我一会儿给大家示范吧，在咱们这个直播结束后给大家示范一下，你怎么去下载，怎么去听课，好不好？好，这棵树大致就给它画出来了。对，直接进学习群，在群内我们还会给大家进行更多的一些指导。来，我们在这个边角啊点上一些小的胎点，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呢又要往左边走了，往左边走了。啊，往它的左边走啊，右边这块可以稍微的再添加一块小的结构线，这个呢就不用特别明显，大概在这个树的旁边就行。好，往左边走，我们来刻画就是瀑布下方了哈，下方了。我们这是边画边等，然后在它的下方啊，在下方边角，我们要给它再画一些树，左下。左下右上，对不对？好，给它适当的出一些这个枝，出一些这个枝。
出一些小数嘛，出一些小数的这种枝干在上方。一会儿还是同样是以叶片的方式呢去给它叠加，以叶片的方式给它叠加。然后在这种边角的地方是吧，稍微的出一些，不一定特别的清晰不一定特别清晰。好，到它这一侧，我们就要点上一些看似含混的什么，像叶片一样的笔触了。我稍微加点重墨，然后呢，会给它稍微的破一破，微微的破一破。再来。好，在它这一侧也是一样，淡一点、饱含一点水墨的笔触呢，在这个岩石的边角，我们给它点上。好，在这种石头缝或者树杈的根部这一块，我们呢给它点上一些风貌的点，风貌的点。成都的小吃，这么不严肃的吗？我们只是呢给大家来点开心的小的零食，是吧？我们叫开心的果，让大家呢在学习，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呢，多一份愉悦多一份享受。好，然后我们点到这儿就可以了点到这里就可以了。有的，有网课。好，然后我们给它点到这里。这块大家跟上了吗？如果跟上了，敲个数字1。新进入咱们直播间小伙伴可以点关注不迷路，每一次直播都会提醒你来，我们呢稍微的退远一点点退远一点点。这张画已经完成了一半了，已经完成一半了，小伙伴们所以你不用着急说画了这么久了才画这么点儿是吗？前面是基础如果前面大家跟起来是吧，不是那么的顺溜的话，我们后面的内容它可能就不太容易去表现不太容易去表现。这里是直播，咱们呢会把相应的回放放到小黄车里边。当然，小黄车里边以后给大家我们说的那个回放的这个课程是吧？里边呢还会给大家赠送一些系统的课，基础的技法的是吧？让大家能够了解传统的笔墨基础。包括点景的房屋、小桥流水、雨水瀑布，是吧？亭台楼阁、点景人物，我们呢都会一一的带大家了解到。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能够让大家能够独立完整的去表现我们所要想表达的一些案例或者说一些作品。当然，我们也会带大家去临摹一些经典的画作经典的画作，古代的是吧？比如说《西山行旅》这个呢，你可以自己拿捏这个太复杂了，是吧？当然，我们也可以画画，比如说倪瓒、荣熙载这种清雅高远的。我们说古代传统文人绘画追求的一种娴静、清空、淡远。但我们今天画这种案例呢，它更多倾向于什么？更多倾向于是一种比较直观，是吧？空间感比较强。然后视觉直观效果呢比较突出那么对于我们说的传统的一些高古的一些趣味笔墨感呢，咱们还没有过多的给大家介绍到。来，我们继续用稍微淡一点的墨，我们要开始来画这个竖着中心线周边的这些造型了对吧？然后这块石头画出来就要把左边的瀑布带出来了，然后就是远山的树木了。树木其实画起来挺快的挺快的。还是先画这种嘛？老师带大家画嘛，都是我带呀，都是我带呀。来，接下来好，从左侧是吧？开始。
有一个角，是吧？我们给它大约勾勒出来一层，对吧？哎，勾勒这么一层，然后呢，我们可以往左边，是吧？擦，啊，你可以把笔呢稍微的聚集一点点，因为这是一个棱角啊，一个棱角的感觉。好，稍微的用淡墨的方式。可以回头一会儿找不到，就是说怎么看回放，一会儿咱们在这个下播的时候，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示范一下怎么去操作。然后我也会在咱们的粉丝群里边呢，给大家发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步骤和流程。好，一个小的结构是吧？一个棱角是吧？好，多叠加几层啊，往右侧走。画瀑布水口一般是画山石带出来是吗？是的呀，它一般就是衬托出来嘛。我们说以黑衬白，我们其实如果按照传统的绘画，它更多可能是以勾线啊的方式是吧，来去体现，我们的这个岩石，而去勾线去体现我们这种水流，对吧？我们以前说过，中国画的审美的基础啊，它就是以线条是吧？线条为这种基础的，所以我们在表现水流也好，还是表现一些小的细节也好，往往呢用线条的方式。当然，写意的方式呢，更多的是什么？水流是不画的。只有20世纪的这些大画家，比如说，我们说陆延绍也好，李可染也好，那他们在表现水流的时候，他们会用到一些，比如说偏素描的，对吧？这种空间水流的这种厚重体积，对不对？甚至于更多的一些装饰性的色彩的表达的方法，都会在主要是出现在咱们20世纪的一些画家的这个画里边。好，现在画这位画家他也是的，可以稍微慢一点吗？好的，我们稍微慢一点，等等大家啊。好嘞，来，小伙伴们，咱们干一杯，干了这杯200干，咱们再继续啊，再继续。我们推远一点，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吧。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咋报名？点击，来，看来我还得给大家操作一遍了。抖音，来吧。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来看一看，这不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吗？对不对？直播的这个画面吗？下方是不是有个小黄车？对不对？然后这儿直接去，比如说去抢购就可以了，是吧？你购买了，因为我已经购买了，是吧？就提交订单之后，是吧？提交订单之后支付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 app 叫学浪里边呢去查看学浪那边去查看，提交订单就可以了。这个是用某宝支付用某宝支付，然后下载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你看这个就是学浪嘛，在里边就可以看你自己的课程了。你要先把这个 APP 下载，用我们购课的这个抖音号去登录。好，打开之后，它下面关注这个页面的下方首页找课学习和我的，你可以找到学习，对不对？好，如果你已经购课了，你就直接点继续学习就可以了，或者我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也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首页里边我先把这个抖音关掉，在首页里边直接搜索的一朵云国画，对不对？好，它就出来了。你在这儿也可以进行这个选购，然后呢，继续去听课都可以的
好不好？我就说到这里了，操作比较容易吧？回放应该是可以投屏的啊，现在是软件的这个什么，很多是手机它自带的就有投屏的功能。什么时候画竖屏的话，这个想画是吧？那回头给大家安排，来，接下来咱们在这个上方把这个延时从上往下的过渡关系是吧？微微的给它带一带，其实就是擦一擦嘛，让它过渡的更自然一点点，和谐一点点。然后我们再来稍微的用浓重一点的墨色，在咱们延时的这个下方勾勒一块小的细节，然后稍微的点一点，在这些缝隙的位置呢，大大小小的错落一点。好，这一侧也是一样。好，中间水流的一些小细节，我们先不去给它加，因为我们根据画水流的时候呢，再去给它丰富都可以了，好不好？好，然后把左侧这个岩石边角一块小的石头，大的像石块关系，我们先给它皴擦出来。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每次直播都会给大家提醒。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上午，目前是暂定的上午啊，给大家这个带大家画山水啊，主要以这种浅酱的形式呢表现为主。因为画侵略呢，很多小伙伴是挺喜欢的，但是它不一定材料具备，对不对？然后而且当然画侵略的话，它比较繁复的就是需要去等时间，然后我们来染，是吧？好了，我们呢大致把这个瀑布右侧的岩石给它勾勒出来了。这个画已经完成了70%了，需要稍微有一些耐心，我们才能看到最后的一些画面效果啊！坚持一下，从上往下一些小的这种结构，你们小的这种结构线，淡墨的方式。好，把这个侧面呢，给它用淡墨把这个侧面给它平整的统一出来，是吧？平整的统一出来，对不对？好，可以在交叠的位置上勾勒一下墨色，咱们的墨色，强调一下，是吧？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嘞，来迟了，是吧？没关系，以后我们的回放等着你，是吧？好，哪里不会你可以点哪里。每天都有吗？目前呢是我们每周保持了应该至少有5次直播吧，对不对？然后我们以淡墨的方式然后来把这个水口给它表现出来，就在这个岩石凹凸显出来的左侧1指的位置啊。去把这个水流的一个造型，再给它带下来，上边呢重一些，下边呢虚一点点，然后墨色要和我们岩石衔接起来，好，这是我们水口这一块，屏幕最下方，好，然后我们呢给它点到这儿啊，点到这里。左边大约1指宽的样子1指宽的样子，1指宽的样子，我们就把这个水流好给它添加出来了。
吧？瀑布的水口就出现了，然后旁边的岩石，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完整一点点，完整一点点。好，我们以浓重的墨色把这个小的水口啊给它加一加，就是稍微的带一点焦点的一些小的结构。拾起虚收，把瀑布带出来。来一点淡墨，来一点淡墨，从上往下，对不对？把水流带出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把左侧的岩石是不是也给它画出来？然后就开始画树了，好，我们把岩石淡墨的方式啊，比这个块岩石大约高2到3指，2到3指，2到3指。洗洗毛笔的笔肚的水分，加一些这个这个左上右下这个纵向的一些石块的结构啊，纵向的石块的结构。然后再从上往下加一些或宽或窄的结构线。好，把这个水流这一侧的交叠的地方带出来。这一块的岩石呢，它比较宽窄呢，我们画的比较接近，但是为了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呆板，所以我们把上方把这些线条隐没下去，是吧？给它让它皴擦的墨色跟轮廓线呢比较接近一点，对不对？这样的话，画面呢它就看起来就不会说呆板了。我们再来点淡墨，把这个底部给它擦一擦。啊，来擦一擦，就统一起来了，就更好的去衬托我们的水流以及底部的这个浅滩，对吧？或者这种滩涂。好嘞，然后我们再来点淡淡的墨色，在咱们转折棱角的位置上。好了，这是我们最前方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来，我们现在接下来开始要带大家画树了啊！来，抬头了，注意了啊！岩石咱们可以是吧？你画的方一点、圆一点，它都是块石头。那树就不一样了，是吧？你画的不像，它就不太像了。我们需要画几颗比较突出的造型，来把它的这个轮廓吧，或者树的一个姿态感来给它勾勒出来。用比较浓重的墨色，在这个斜坡或者说我们这个瀑布最右侧的这个棱角上方，对吧？我们要画一点点这个树木的姿态，把突出的树画完，后面只加叶片就行了，懂了吧？你只需要画几棵比较突出的树，把姿态画出来，后面加叶片就可以了。左上右下是吧？拾起虚收，哎，是吧？从上往下吧。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上方给它稍微的勾勒一下，大概出一个树的一个姿态形象出来就可以了。把这个树呢给它着落在咱们这个斜坡棱角上，棱角上。然后在这个棱角上方，我们呢再来稍微的添加一些什么？添加一些这个小的这个树枝和叶片，一会儿再去添加都行。新学生来晚了，好，不用站在门口听了啊，也不用着急，以后我们可以用回放的方式来去听。然后我们在这个右侧上方再来加一点高矮错落的小树枝，对不对？高矮错落的小树枝不一定姿态感特别明显，微微的带一带就行。最突出的那几个树枝，或者说那几棵树，我们是要给它表现出来的。从上往下，但这些树都不要画的太高啊，都不要太高。好的，高矮的错落起来，对不对？好，在这个树的后方呢，可以穿插的高矮的来加一加，推进一点吧，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树的左边儿，高矮的错落长这么一排啊，长这么一排。然后在下方画的这些树，我们就可以更随意点了啊，大概出一个树干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出枝等等就行了，不需要去画的过多的内容。有高有矮错落的生发一些小树。然后我们再点上一些点，用点的方式去衔接这些树和岩石之间的关系啊，用一些点，水分呢不要太大，当然墨色也不要太重，让这些石头和树啊它之间有一个衔接，感觉有些茂密的叶片、植被等等。这笔法，这个其实你要是熟悉了，对吧？你要是熟悉了这个绘画的方式，他的画其实没有太多的细节。我说真的啊，以后小伙伴们，你们可能会觉得画他的画是最轻松的一个画家之一，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嘛，就是熟能生巧。现在我给大家画的这个画虽然看似繁复，其实它没有过多繁复的细节，或者过高的一些要求，你只要跟着画，大概也能画出一个基本的效果来。
我画这张画儿，确实需不着多少时间啊。那当然不一样嘛，自己画那那你也不一定，有的时候自己画，有的时候快是吧？有的时候慢。但画这种啊，它没有太多细节的画儿啊，确实需不着特别多的时间，而且画幅也不大啊，也不大。手累了是吧？啊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劳逸结合。有些树叶片上面，我们需要用这个横向的这个叫什么？混点的方式呢，给它点出来，像树的一种茂密感。有些树枝呢，我们要留白留出来，最后以什么方式啊？以咱们的这种颜色的方式呢，去给它点。好，我们给它推远，再推远一点点啊，看一下整体的感觉，不能老盯着一个局部看啊，老看一个局部呢，就容易就容易画的局部了，不够整体。好，用点淡墨把这个水流旁边的岩石是吧，我们也给它擦的平整一些，留白就变少了啊，这样衬托水流更润泽一点，更润泽一点。当然，最后我们还要用颜色的方式啊，只不过现在是把这个对比关系给拉开，到咱们岩石的下方啊这一侧呢，给它是吧，横向的微微的带一点点，微微的带一点点。好，后面我们就加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呢加完了之后，就来陆续的给它刻画一些叠加这个颜色了啊。你发现没？树片一画，这张画就快没了，就快画完了啊！别看似它特别复杂，其实你要是真的画起来，画不了多少。它叶片其实就是通过一种象征的方式，怎么去理解？就是把这个，就是把咱们这个前方画出几棵比较明显一点的，后面的呢就隐约下去，给人一种带入，哎，好像都是树是吧？繁茂的感觉。这块跟的怎么样？啊，跟的能跟上或者画出来的小伙伴呢，敲个666，这几次的案例都好看，慢点是吧？好嘞，咱们等一等啊，等等大家。好，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关注哦。还有3分钟，一会儿咱们就要给大家开福袋啊！如果抢到福袋的小伙伴呢，可以把咱们的这个今天画的这个案例啊，记住了，我们每次的福袋只有当日有效啊！你可以抢到了福袋截屏发到群内，也可以把你今天画的这张案例呢发到群内，我给大家呢进行点评，好不好？那有同学说，老师我没进群是吧？哎，我给你让大家抢到了福袋，对不对？只要你抢到了福袋，你就有了抖币，你有了抖币，你还进不了群，对不对？好，你就能点亮所有的粉丝灯牌。好了，找不准位置啊，不要妄自菲薄，何必说自己太笨？这是很多东西是不熟悉，对不对？不熟悉而已。熟悉了，其实你会发现画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体力活好，然后接下来，然后我们再来就是画一些树了画一些树了。上班偷偷来看是吧？顺便点点赞，太可爱了，咱们的学员。来，我们从左上右下有高有矮的，把咱们这个树干给它叠加出来叠加出来。以后就不用那么的这个小心翼翼、悄悄摸摸的了啊！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我们的回放已经在这个小黄车里边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学习的需要去加购，好吧？那么以后我们不仅是把我们直播的案例的回放放到里边，还会给大家赠送系统的基础的技法的课程，还有历代名家临摹的一些教程都会在里边。那么通过我们奠定了绘画的基础之后，你跟着我画任何这种想画的这种是吧，容易出效果的这种画它都比较方便。
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了，是吧？哪里不会点哪里，再也不用担心老板的眼神，是吧？偷偷在摸鱼。好，点在这儿，然后再从它右侧再来有一点点。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回放，是吧？你可能在线下学习，就是1节课的费用，可能还不到1节课的费用。只要这个回放是吧？你加购之后，选购之后啊，以后所有的这个权限都属于你自己了。好，再也不用担心说啊，我这个跟不上啊，觉得有点困难啊，或者觉得这个自己没基础啊，这些都是慢慢通过我们这个回放里边，包括赠送的课程里边帮大家解决。用的是狼嚎的小号，狼嚎的小号。然后我们呢，再从它的这个再从它的这个树的右方吧，右方，我们再点出一些茂密的叶片啊。我们现在用墨色点的叶片，先给它点出来哈。墨色当然都是透、比较淡、比较透的墨色，这样才能显得这个画面空蒙，对不对？淡墨去点。这个毛笔还尖吗？你看都秃了，呵呵，这都画了好几年的毛笔了，应该有2年了，去年应该都在用啊，去年都在用。然后我们给它点一点，把咱们的这个树的这个叶片或者姿态给它点出来。啊，然后在这个石头的边角，点出大概的一个树冠的一个姿态来就可以了，树冠的一个大体的姿态点出来就行。好，然后我们呢，把这块大概画到这里。后方我们在画的时候就不完全用一种笔法了哈，后方在点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一些另外的更多的笔点啊，当然墨色还可以更淡啊，可以更淡。它虽然这块的叶片它是加了一点点颜色在里边的，我们一会儿都加颜色来画的话，怕一会儿干不了吧。我们先把颜色加一加吧，陆续的加一加，一会儿加了之后逐渐往后面去走。我们把左侧边角的树的姿态，右侧边角树的姿态给它丰富起来，没事，干不了我们就来画水，嘿嘿，对不对？干不了我们就先画水。好，然后我们用笔点啊，点在咱们岩石的这个树叶的这个姿态上面，这个树枝上面嘛，树枝上面。好，茂密的这个树的叶片点出来了吧？然后右侧我们先画到这儿，然后再来画左侧啊，在树枝下方，你都可以再点一些相对浓重一点的墨色，因为点的胎点里边都是一样淡的墨色，不太好，稍微可以来点重的棱角的地方也可以稍微添加一点重的墨色。底部点一点点一点。
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可以选购，以后在学廊上进行这个看课都可以。然后我们接下来把左边是吧，它高矮错落的树，这侧呢我们全用这种小的混点的树啊，把这叶片呢把这个树给它点完，点完之后我们再用等它干了之后，再用颜色的方式呢去给它进行覆盖，水流两侧。11点了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刚刚给忘了。好，给大家发福袋啊，准备好啊，准备好，小伙伴们啊。好，全民福袋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倒计时5分钟啊，一会儿福袋出来之后，应该在屏幕的左上方，大家点一下福袋就可以了啊，点一下福袋就可以了，好吧？我们截屏啊，到时候要截屏哦。好，开始了。好，现在开启倒计时啊，倒计时5分钟啊，看看你的手速哦，看看大家的运气了。啊，点到福袋啊，大家可以呢，就可以这个就可以给大家点作业啊，到时候语音给大家点。来，我们呢再用这个点一下就可以，不用发弹幕。有很多小伙伴发弹幕是吧？好，来，我们从上往下。把这个树枝是吧，给它加出来，加出一些小的树的姿态来，好，大概的树呢就画到这儿，然后再以浓重的墨色啊，给它加到这里。然后在它左边高矮勾勒细致一些的小线条，大概看起来像一棵树就行。然后有高有矮的点上一些小的树点啊，然后我们再来用一些偏重一点的墨色啊，墨色饱满一点的。拿个碟子，墨色相对饱满一点的，依然是在树干和岩石交叠的位置呢，我们给它稍微的点上一些啊。你说是胎点也好，你说是这个就是为了强调也好，都会加上一些。然后横向呢，不经意的，来上一些胎点，然后叶片我们可以来上一些介字点，还有2分钟的时间。好，没有抢到的都还可以继续抢哦。好，用一点类似于介字点的方式吧，把这个树的一个姿态感给它点出来。把大概的树的一个姿态，是吧？最突出的这个树的姿态给它点出来。好，然后我们再把右侧。好，记住啊，抢到之后一定要截图，不截图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抢到，对不对？而且是当日有效的啊，就当日有效。把这个树这一丛树吧，这一丛树的这种茂密感，我们就给它点出来，就用这种笔点，把它的疏密感，其实就是把它疏密感给它点出来了。回放已经上传了10多节啊，我们每周都会更新的，然后给大家赠送的这个系统的课程啊，也会陆续的这个上线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前面的已经应该够大家花一段时间了。好，高矮错落的来一些小树，点一点。
吸吸笔肚里的水分。稍微的点上一点。好，还有30多秒啊，30多秒。你要是中了，它会在屏幕上弹出来，你中了抖币。抖币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啊，大家就是具有购买力的。抖币是具有购买力的啊，记住了啊。好，那是真的可以花的，然后从上往下，是吧？给大家发银子来中奖，就看你会不会被银子砸中了啊。好，然后我们稍微在这个水口瀑布的上方呢，是吧？高矮的错落的一些小树，高矮错落的一些小树。好，开奖了呀！开奖了，已经开奖了。啊，如果中奖的可以赶紧截图啊。好嘞，好嘞，开了，已经开了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加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每一次直播我们都会给大家什么，提醒的。当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粉丝群内可以获取每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和工具清单。我们每一次都会提前1天呢给大家发送相应的这个直播的相应的材料信息。好，这些后方它是不是又有一些高矮错落的小树，都是以弹幕的方式去给它叠加。然后这些树呢，在画的时候就用更淡的墨，更淡的墨，用更淡的墨把这个树冠是吧，一丛丛的树，你发现没？这个树看似非常的多，对吧？你需要你实际去画的又有几棵嘛？无非最后都是点出来的嘛，是吧？最后都点出来，好，给人一种茂密感，是吧？一种茂密感就够了，并不需要你去说一棵一棵树，一棵一棵树的去画，这就是一种意象。一种意象。好，然后旁边的这个水口旁边的，我们也可以用淡墨的方式给它带一带，吸吸水分，从下往上，从下往上。好，再把这个水口是不是也给它带出来了？然后在旁边都是要用淡墨适当的去给它晕染一下，晕染。好，一会儿咱们的画面效果就要开始陆续的出来了啊，保持耐心。然后一会儿，效果出来之后，咱们今天这张画的这种就没有白费功夫。我们还可以用淡墨，刚刚弄的点是吧？还笔触比较清晰。现在我们用淡墨呢，微微的来暗示一下什么？稍微的扫一扫，带出一点云烟空蒙的是吧？遮罩的感觉，没有抢到，不用开心啊！以后我们会经常给大家这样操作的。当然，我们在比如说，如果你加入到了回放的班级群里边你发出来就可以了。来，我们再往右侧走啊，再往右侧走。好，用淡墨把咱们这一簇的远山是吧，都给它统筹起来，就是远处的这个小树枝吧，小树枝都给它用淡墨统筹起来。好，然后淡淡的墨色。
啊，淡墨是吧？给它染出来了。啊，包括左侧的水流左侧、瀑布左侧，我们也可以染的再平整一些。好，好，申请加入粉丝群的小伙伴呢就别着急，因为因为主播还在带大家画画啊，一会儿课后慢慢来啊，慢慢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画点水流了，等它后面干一干，我们来再加颜色，好不好？来，我们开始加这个水流啊，再加水流。水流的时候画的时候呢，我们用的墨色都很淡，可以依然用我们的小红毛啊，小红毛大家可以准备好，小红毛准备好。远山，你得等一等嘛，我们把这个水流画完了，画远山那不就几笔搞定的事儿吗？对不对？啊，来，我们水流啊，用淡墨，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哈，用小红毛，是吧？水分适中，不要太大。它要分几层是吧？这个台阶很低的台阶，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我们今天再说一次哈。要画这个水流的时候，尤其像瀑布啊，它都是一种台阶状。你比如说这上方是吧？它是一层大的台阶下来，下面呢有很多比较低矮一点点的台阶。来，我把镜头推进啊，是吧？一层是吧？宽一点的，长一点的，再矮一点的。是吧？都是一层层的台阶，所以水流，但是这样画一遍是吧？这样画一遍，好，画一层，对不对？然后这边呢，再从这画一层，再画一层，所以这就是我们水流基本的一个绘画的方向。只不过中间会间隔一些石块啊，我们根据石块方向再做一定的调整，这个能理解吗？啊。对，一画画的主播是的，好，以后带大家，我们来个晚间的直播。来，我们从上跟着这个岩石块是吧？跟着这个石块边角，湿气虚收，对吧？稍微不要画的特别长。当然水流，你如果笔里边水比较大，那你速度就要稍微的快点，免得到时候就晕在一块了，对不对？好，长短错落稍微呢有一定的间隔。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不能完完全全都是，比如说这样耷拉，完是这样耷拉着，是吧？但那样就不太好看了，又不是柳树，柳树人家还得往上面挑一笔上来呢。水流它不可能那么的平缓，是吧？我们为了表现出生动一点点，是吧？可以稍微的高矮起伏一些。来推进啊，推进一点点。像柳树条，你也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它表现的一种整体的一种视觉的造型感受呢，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好，再来，再来。好，我们大致把这个水流画到这儿了。然后这个水流其实我们都可以分几层，对不对？它只要有一块岩石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再给它叠加一层。好，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分层呢，它不一定特别的规则，不一定特别的规则。墨色不要太过于浓重哦。是淡墨哈，淡墨。这个山水其实还不太偏古意，它还比较偏这个直观，是吧？古意的这种山水，我们在之前是吧，已经带大家临摹过2张，小的，不算特别大的吧，算小的尺幅的这个小品，对吧？也在我们的回放上方已经给大家上传了。传统的、现代的，对吧？我们都会带大家画到的。
这水流我们可以让前方这一侧呢比较连贯整体一点点。我们推圆，推圆，推圆。水流汹涌的往前走。好，在这个石块的右侧吧，我们在中间是不是又要间隔一些小的石头啊？间隔一些小的石头，然后又来暗示一下这个水流的方向，对吧？啊，暗示一下水流的方向。好，线条可以有一定的交叠，可以有一定的交叠。好，然后我们再来喝点水是吧？等一等大家。好嘞，水流勾完其实就很快了。然后下方因为这个是滩涂嘛，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石块的感觉呢，可以稍微有一些角，或者说水纹的不太一样，对吧？可以来一些波浪纹啊，波浪纹。来推进啊，是不是着急想看到效果了，各位小伙伴？好嘞，我们再往它的右侧走。它如果面积比较大啊，面积比较大是吧？我们就不能完完全全用某一种这种水波纹，因为我们就需要给它稍微的表现的丰富一点点。画这种水呀、水纹啊，表现的非常有特色，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画家，大家知道是谁吗？有没有小伙伴能回答一下？是不是陆延绍啊？以后我们也可以带大家画一画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陆延绍，然后还有这个黄宾虹是吧？李可染啊，傅抱石啊，这几位呢，他们的画啊，学习起来是不太容易的，而且不那么直观，是吧？以后我们会在我们系统的给大家在赠送的系统的课程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他的画儿，当然他们的艺术的成就呢，相当是相当高的啊。那跟我们今天画的这种画面的这种格调，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大家可以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啊都可以通知大家，通知大家。好，从上往下的点一点。好，来我们推远一点点啊，推远一点，再往下方走啊，再往下方走的时候，我们依然把水波纹勾勒出来。围绕着这块石头，对吧？有一些水波纹是吧？长线的方式是吧？长线的方式呢，把我们这个水面给它丰富起来。为什么要在这个石头中间、水面当中啊，去加一些这种小线条，是吧？这个很明显啦，因为加了这个线之后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塑造的方向和细节。OK。
好，然后我们再来用一些水波纹把下面微微的带一下啊，我们就不用画特别多了，就前后啊带一点就行。OK 了。好，这块大家画的怎么样了呢？啊，如果咱呢跟上了，眼睛跟上了，来敲个一，好不好？啊，眼睛跟上了，敲个一啊。如果眼睛都没有跟上啊，那敲个二啊。如果手上跟上了啊，依然给自己来个666啊，来个666，都是眼睛跟上了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呢稍微的用点淡墨把远山画一画，就可以染色了。小伙伴们，你看我们这张画是吧？其实是很快的啊，其实很快。当然，它的叶片的层次呢，比如说树叶的这种深厚茂密啊，我们还需要用时间，还有我们染完之后干了之后再来进一步的进行。好，然后从上往下，左上右下，把这个岩石的这个轮廓画出来。这个左上角嘛。顶部实，底部虚啊，是吧？上实下虚，这是远山的一些基本特点嘛。一般我们在画远山这种概括的远山的时候，都是这样，让它顶部实一些，就是画的浓重一点点，或者丰富一点点。越往下面走呢，越是简约，对不对？好，然后的村心跟上了，是吧？啊，估计很多小伙伴也是在上班，对吧？人在公司，然后呢，心呢却在我们的画当中，是吧？啊，当然这个也很正常，也很正常。美丽的世界是吧？美丽的原野，谁不喜欢呢？然后再来，我们再来一些小的，高矮错落的点，高矮错落的笔点，不染也很美，是吧？啊，看来是有比较喜欢水墨的小伙伴哈。好，来一些小的胎点，稍微来一点小的胎点，依然是稍微的看起来像那么一棵树就可以了啊。我们就看起来像一棵树就行，然后点一些小的点点，截一下墨稿，对吧？好，一会儿给大家留出时间截屏，截好了的。截到的小伙伴也可以分享到群内哈，然后给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因为我这儿也不好意思拿着手机来拍呀，对不对？把大家全给挡住啊！对，没有画画的小宝啊，多点点赞啊！好，然后我们再来啊，再来往右侧走。右侧刚刚不是有小伙伴说还没画远山吗？哎，远山一画这张画呢，它就立马显得空间就比较大了。好，然后今天我们用这个蓝竹是吧？狼好蓝竹。其实一般我们画一张小画是吧？我用到的笔不算多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下吧。狼好，当然依然是淡墨的方式啊。水分控制好了，然后笔尖再沾点水调和一下，淡墨的方式来画画远山啊。它是其实就是一个直接剪裁的这个画面的一个空间。它位于哪儿？位于竖着的中线靠右，对不对？靠右大约2-3指吧，3指左右，这是它的一个斜坡，从上往下，对不对？好，大约画到这里，有2指都高的地方就行了。然后中间间隔几层岩石的结构线，有一定的感觉，这个山是吧？有一定的厚度或者宽度就行。然后下半部分我们一会儿直接给它擦出。好，拿个干净的碟子吧。好，后面也没什么细节了，淡墨，我们直接给它擦出云雾了啊！看好了，有小伙伴说老师，我特别想看你画云雾，但是自己画不出来。你在画这块的时候等等我行不行？可以啊，看好了啊，
抬头啊，不要看你自己的画了，先看这儿。这儿即便是这个什么，你即便是这块画了没有跟上，对吧？对，你先听，你即便没有跟上，回过头来你还可以看回放。那么如果你要是现在看都不看，你只是听一听，自己不示范啊，不内化消化一下呢，你可能还是画不出来。用淡墨的方式，围绕着岩石的边角，我们其实就是用淡一点的墨，淡墨枯笔的方式呢，去找一找，是不是云雾的这种不太规则的这种姿态感啊，不太规则的姿态感。同时要衔接好岩石，对吧？岩石和这个云雾交叠的这个边界，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岩石啊和留白交界的地方，这个交界线就是我们所谓的云雾嘛，对吧？交接线呢，它就是不太规则啊。有的小伙伴说啊，这个就是这个交接线，我不太懂。它这种形态，一个是需要你自己去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些画的表达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你自己要心里边有，慢慢的要观察了之后啊，具备这样的一个心里边有这么一个云雾的形儿，你才能更好的去画呀，对不对？好，上方我就不多说了，我在这儿哆嗦的话，再啰嗦这个笔触就画碎了，对不对？好，要适当的去概括。好，从上往下，把云是不是画一个淡墨的山包出来，边角也是稍微的起伏一下，是不是就有云烟的升腾的感觉了？老师糖好吃吗？啊，好，是不是大概的一个感觉？空蒙的云烟的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好，然后在左边啊，在左边我们再以淡墨的方式，是吧？稍微的把云雾和山石是吧衔接一下。衔接一下，把山的底部也给它皴擦的带一点点云的感觉。好，这张画它就仙儿了，对不对？就看起来比较仙了。好嘞，然后我们从上往下，想要这张的步骤图，其实我也就画一遍，我也就画一遍啊。好，然后我们用淡墨的方式，把一些岩石需要加重，或者说我们需要整体的给它罩在一块儿的地方啊，给它染出来，给它罩染一下。好，比如说这一侧啊，需要让它种下去，这一边儿是吧？它也不会那么的跳跃啊，稍微的染一染啊，中墨是不是一整体的去皴擦一下这个画儿啊，它就看起来统一平整了，协调一些啊。稍微注意啊，我们的画面效果就要出来了，哎，就要出来了。好嘞，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叠加叶片啊，叠加叶片。因为细节多就容易画碎。这个同学说的很好啊，容易画碎，是的。然后我们把前方是吧，它有点杂草，就刚刚前面我们就先不画是什么，因为整体效果没出来，有的小伙伴呢画一些细碎的东西就容易画的琐碎。好，从底部对吧，可以用小号的蓝毫，左下右上啊，速度的适中，给它画一些草，耷拉在咱们的这个前方的这个浅滩上面
然后从下往上。好，给它加一加，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吸气，吸收，稍微的丰富一下。我们画这个线都是比较长、比较长的啊，差点又暴露了那个口音，比较长一点的啊。整体的方向向右侧的这个倾倒，你不要把它画那个什么了，画杂乱了，是吧？整体的方向偏一致，不要齐头并尾啊。底部它是要有参差的错落啊，参差的这种错落感。啊，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点关注哦，不迷路。每一次直播给大家提前的提醒，是吧？也可以点亮咱们黄色的粉丝灯牌，进入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每一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跟直播的时候避免手忙脚乱，可以更纯粹、更方便的跟着老师呢一起来画一画，是吧？像这样的一张小品的山水，其实你可以在其实如果你熟练了，我跟你讲，真的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你就可以把它画完，而且细节还是非常充分的那种，非常充分的那种。我们呢在这儿呢是一个是自己画一画，然后呢带我们的同学一起来体验体验，对不对？啊，边画呢边等一等，在前后交的地方稍微的穿插一下。好，当然我们也给大家上传了我们的回放啊，回放功能呢已经上传。你可以看到，只要你已经购买，它都是属于什么？永久属于你了，永久属于你了。而且我们加赠，我们也给大家加赠啊，这个技法基础教程，还有咱们的这个历代名家临摹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内容，好吧？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相应的案例和课图稿。好，我们大概穿插到这儿，画面相对完整了啊，相对完整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染色，然后叠加叶片了。先用花青啊，用点花青，然后呢加点藤黄，因为有了回放，因为一直有小伙伴在问说啊，老师有回放吗？啊，我要上班跟不上，对吧？现在有了。然后再拿点赭石色啊，花青加点赭石来形成我们的支绿，来染前方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要用到我们的藤黄。好，我们马上就要出效果了啊，我们小伙伴们啊，一定要看到它最精彩的效果的时候。有了回放，大家呢就可以什么？上班也不用担心老板的眼神了，摸鱼也可以更自在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哪里不会还可以点哪里嘛，对不对？想要巩固一下自己以前画过的地方，或者想画怕错过我们或者漏了我们喜欢的直播的内容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回放里边看到。好，你也想着我们这个课程啊画的这些内容，我要是跟不上怎么办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系统的这个教程，从零基础让你了解学会我们的山水画啊，这样的贴切的准备，这样细致的准备是符合我们曾经数万学员学习过的一个经历的。好，从上往下，淡淡的赭石色，把这个你看颜色偏亮的地方给它染出来。偏这个暖色的地方，赭石加了一点点的淡墨吧，把我们的颜色好给它染出来。染色的时候记得换笔啊，各位小伙伴们啊，你要是不换笔，最后的这个效果可能会差强人意，最后画呢它可能就显得脏兮兮的了。下周要去写生，担心会错过，不用担心以后都会可以听到的，因为它是属于永久观看嘛，观看。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山头也给它染出来，这相当于大家在线下1节课的费用吧，是不是？好。
以淡者，把我们的平台是吧，顶部给它染出来。好，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一会儿我们在课后给大家示范一下，直播之后示范一下。好，淡淡的赭石色，是吧？把山头偏赭石的地方是吧，给它染出来。哎，是不是有一定的视觉效果了？啊，是有一定的视觉效果了吧？是学浪上面啊，学浪上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操作啊，到底怎么来进行。好，然后我们现在啊，有一定的效果了，对不对？刚刚有没有？哎呀，有没有小伙伴截到图啊？我忘了摸稿，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岁数大了，记性不太好。好，用赭石加点花青，形成咱们的支绿色啊，形成咱们的支绿色，支绿，对不对？这个颜色很明显啊，有点太跳跃了，对不对？我们呢加水给它稀释变淡，稀释变淡，同时再加点赭石色，再加点赭石色在里边，那个画面看起来更加的。截图了是吧？截了，到时候分享一个图到咱们的群内啊。啊，忘了刚刚提醒大家了，截了就好。好，以淡墨的方式啊。好，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工具清单啊，工具材料都是也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啊，包括我们的回放的这个选购的链接啊，第一个链接就是咱们的这个回放。好，用我们的这个淡淡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支绿色啊，给颜色呢稍微的衔接一下，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波云了是吧？好，可以稍微来一点点花青，让花青明确一点点是吧？染在部分的山头啊，部分的山头。水呢不能让它太大是吧？晕出去就不太好看了，细细。好，效果逐渐是不是出现了？每周上午9点半啊，当然我们以后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灵活的时间安排，比如说来个晚上的是吧？或者来个下午的。好，然后赭石没有染到的地方，我们都用这个。现在你看，就是藤黄加花青，然后加了一点点这个叫赭石色在里边。好，叶片里边是吧，也可以简单的染一染。期待晚上直播是吧？其实现在有了咱们的回放，小伙伴们呢就可以这个更轻松了，更方便了，对不对？不管是来晚了也好，或者时间不方便也好，或者说有跟不上，有基础差，或者说我这个什么画不了，都其实得到了相应的一定的解决啊。当然，能跟直播的感受呢是不一样的啊。那能跟直播，当然可以来跟一跟。我们大的空间画出来之后，还要去叠加这个叶片啊，不用着急。好，把赭石色微微的给它染一染这个远山
是不是？远山。啊，昨天晚上有小伙伴在群里说，老师这个图不够高清呢，是吧？我们想的没有办法，找不到特别高清的这个图啊。然后我也是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料，是吧？找不到，然后怎么办？那我们就带你画一个高清的呗。好，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用最明确的颜色啊，就是那个叫把朱砂拿出来啊，朱砂。来，这是我们玛丽的24色矿物质的膏体状的颜料，挤出来就可以直接使用。好，大家可以拿出这个朱砂的颜色，我们呢在这个碟子里边啊，拿个干净的碟子吧，拿一个干净的碟子，我们来染啊，来点这个啊，挤的有点多，心疼。大家在用的时候，每次我们可以适量的啊，可以适量的，干净的一支笔。还有合建的石头啊，那个细节一会儿再来。我们先把大效果给大家做出来啊，大效果做出来啊，以这种我们这个好，刚刚都是冷色，而且呢都偏这个叫什么？偏冷一点嘛，偏淡。现在我们来点重一点的颜色啊，重一点颜色，然后点在，哎，先不点这儿，没干。我们点干了的地方，比如说这块儿，朱砂啊，可以厚一点点啊，用这种芥子点之类的，把这个树的一个姿态给它点出来。用朱砂哈，朱砂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在边角。然后我们在这个树是吧？大概给它点出来了。点的时候呢，兼顾一定的疏密感是吧？该密集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稍微的点的更密实一些，更密实。这块还没干。这块还没干。怎么办？那我们把这块点一点吧。大概的树的一种姿态感，你给它点出来就行。好，好，围绕着咱们的树干左右，对吧？大概树的一种姿态点出来，然后再来。好，茂密一点点。当我们点的点可以再小一些，是吧？可以再小一些，然后在它左边这些树杈里边，可以丰富丰富，丰富一下。这就是秋冬季节啊，叶片已经枯萎，偏红的，偏红的一个景象。好，大概就跟着出枝是吧？去点那个叶片就行。啊，如果没有干，咱们就把颜料和厚一点，和厚一点啊，尽量用偏固体点的颜色。然后再来，不是改直播时间，我们只是说
可以灵活的多安排一点其他的时间。画的作品能不能发群里边？可以发。其实这个跟我们画的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好，然后我们再来。好，哎，丰富起来了，对吧？好，然后我们稍微再来点什么？换一支笔，换一支笔，然后我们把后面繁茂一点的小细节啊，给它点一点，点一点，用点藤黄或者加点赭石色，对吧？藤黄或者加点赭石色，加点墨，把我们后面不是它有点芥子点的叶片吗？对吧？芥子点的叶片吗？在大概这一侧吧，对不对？可以用点藤黄，加点赭石，加点淡墨，对不对？把这种茂密的叶片，茂密的叶片，我们都给它点一点，尽量在干了的地方去点哈，没有干的地方你就先别着急。好，好，这个树叶的缝隙的地方，我们可以再点一点，但还可以茂密的地方都可以再加，是吧？啊，这个细节呢很多，然后我们稍微的染一染，把大效果先给它染出来嘛，大效果先弄出来。前两天粉丝还没通过你申请的群，是不是重复了？重复了应该就没有通过啊。如果没有重复的话，应该是都会通过的，都会通过的啊。好，然后我们稍微的把这个点一点，好嘞。然后花青，最后用点花青是吧？其他更多的树叶我们就先不点了，用点花青色，用点花青色，把我们的这个叫啥云雾的地方啊，微微的带一带。把云雾的地方是吧，稍微的带一带，看起来画面呢更秀润，是不是更秀润一点点？啊，放到右侧。啊，把这个案例图先取消了啊，大家应该都能够看得到大致的效果。所以大效果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大的效果已经出来了。反复的皴擦点染。OK，然后赭石色是吧？部分的地方，你如果想要去强调提亮啊，都可以。我们可以把赭石稍微的加重一点，在这个山头的地方，它有一种朝霞或者晚霞，或者说是这种秋冬的这种暖意，是吧？这种秋天吧，晚秋的一种暖意啊。当然，这张画作者自己也没有起名儿，他这个没有起名字，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很多的画，其实尤其是比如说，这个20世纪的一些画家，对吧？他很多作品呢，他画了，
它就画了，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名字。现在的画的也是这样，古代都有个什么什么图，对吧？其实也是很多都是大家给命名嘛。好嘞，我们今天画的这张案例吧，就画到这里了。各位小伙伴啊，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啊，可以截一下。都被谁弄怕了是吧？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你不用担心啦，而且这个这个是永久的观看权限，是不是？还有给你加赠的课程，就这个费用，你就在线下，你可能1节课，那真的是1节课的费用了，上百节呢，在咱们的学浪里边。然后相应的，比如说毛笔，比如说你需要羊毫还是这样的狼毫，对不对？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进行选购，颜色墨汁都有啊，颜色墨汁都有。你可以看看，比如说用我们的这种红心的油烟墨，最基础款。当然，你想在画画的时候开心一点，或者早上上班的时候开心一点，可以来颗大白兔，也可以来点开心果啊，香甜软糯，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愉悦啊，更多的愉悦。零基础啊，可以的呀，因为我们会给大家讲基础教程。因为我们已经有上万学员跟着我已经了解过了，所以他们也是零基础开始的啊，零基础是可以的，只是目前零基础的那个教程还没有完全的更新上啊。你可以先跟我们的这个直播化的内容呢，去尝试的感受，但我们现在没有讲太多的基础的内容。在应用商店下载学浪，我真的是这个手机太不争气了，这个时候关机得换了它啊。好嘞，太冷了，大家伙儿别忘了穿秋裤啊。大家伙儿也是啊。山水是工笔还是小写意？山水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属于那个，哎，我还怎么被你带跑偏了呢？都属于小写意啊，当然也有大写意的那种啊。我们主要是以小写意为主，山水嘛。尬笑，好，来点音乐啊，来点音乐。好，来点音乐，大家就可以陆续去吃饭了。如果你购买了咱们的回放的话，慢慢的就可以在回放当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课程了。拍了怎么办？下载学浪。拍了之后下载学浪，用你现在拍的这个抖音号登录就可以看了。1号链接，购买之后慢慢的就下载啊，你不用急哈，各位小伙伴，不要觉得啊，我现在弄了之后还有很多东西不会操作，我就不太会，我就特别急躁，是吧？是不是又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啊？你只要购买了那个东西，永远就在属于你了啊！你慢慢的去摸索这个功能就可以了。其实它那个功能很简单的。是的，最近呢天气已经变冷，大家希望自己保暖啊，防寒，多喝热水。来，小伙伴们，干了这一杯。如果已经在我们的一些粉丝群内的小伙伴哈，在群内咱们的这个管理员会给大家发一下这个操作的流程。操作的流程，今天着重给大家说一说，后面呢我们就大家自己就可以看着来了哈。降了20度，我这儿也差不多0度了。昨天突然一下就变冷了，主要是被那边搞怕了。因为我们能相遇，是因为说的煽情一点哈，我们是因为很多的小伙伴的信任和大家相互的一种认可，所以我们才会在这儿呢相见。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你就这个价格而言，还有这个给大家的一个权限而言，你可以看到哈，就这个来而言的话，应该来说是少有的了，好不好？花鸟、虫鱼、山石人物分析都用什么笔？老师介绍一下呗。
好，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啊。来，我把这个案例呢翻过来哈，用一个白纸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要勾这种点景的人物，是吧？你要勾点景的人物啊，如果线条比较长，可以用这种长锋的勾线笔，对吧？好，然后去勾勒人物，包括勾勒这种云烟等等，是吧？人物、云烟都可以用这种长锋的勾线笔去勾啊，包括这种房屋有一些长线条，记住长线条就用长锋去勾嘛，啊。然后如果你要去勾勒一些小一点的，比如茅草屋之类的，是吧？小红毛最适合了，就小短线，用小红毛，甚至于去勾勒一些叶片啊。浪呢，就是浪花的浪。就在右上角